浮沉中哭了一人多，前尘如梦，岁月匆匆，繁华尽，尘白中一场空。寒窗数载尽前程，富贵功名变嘲讽。回首处，才知谁是英雄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一个是我家少爷，一个是你，你们两个人都是我最爱、最想保护的人。是不是一种忐忑的苦涩啊？其实吧，那种未曾尝过的味道，我黄长云也没有机会品味。只是我真的很希望能拥有一杯白开水就够了。它简单、单纯、透彻。可惜只有一点不好，这白开水啊，很容易蒸发。我很担心，一旦蒸发，就什么都得不到了。长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也有烦心的事情啊？哦，没什么，先生，我只是想起小时候的艰苦，有些感慨罢了，感慨。啊，香香姐，你做的太好吃了啊！你看你嘴上擦擦。香香姐，你这厨艺真是好的没得说啊！太过奖了。香香姐，娶妻求叔父呢，说的就是师母您这种了。对，赵青，你这样会把我夸坏的。大人，这些乞丐都去哪儿了？哦，这些乞丐白天都出去行乞了。这不正有一个吗？哎，醒醒！大人，我只是个乞丐，别抓我啊！你给我闭嘴！我问你，罗明在哪？这位徐大人要见他。罗明他回乡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前2天，听说他捡了个香包，被高价买走了，所以他就回家娶老婆去了。香包？什么样的香包？什么样的香味儿？这是香包上的红绳儿，小的将它绑在酒葫芦上，沾点喜气。徐大人，你看，这段红绳是我们破案的关键。江捕头，你现在赶紧去把这个罗明给我找出来，不管用何种方法，必须带他来见本官。属下遵命，一定会将罗明毫发无损地带回衙门。好。哎，先生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来了。先生，你去哪儿了？香香姐来找过你。哦，知道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他只是做了好些饭菜送过来，等你好长时间你也不回来，我们呢害怕饭菜凉了，所以就先给吃了。对呀，而且那真是一顿香味扑鼻、齿颊留香的吹金断玉啊！先生，你这下可有福气了，师母的主意特别棒。对呀。你说什么？荒唐，简直是口不择言。
人言可畏，知不知道？啊，怎么能拿这种事情跟香香姑娘开玩笑呢？信口雌黄。先生，你何以大动肝火？就是啊，这赵俊也就开玩笑嘛。你们都太年轻了，你们什么时候能懂起事儿来呀？对不起啊，先生，我以后不开这种玩笑了。我也不是有意要责怪你们，记住啊，以后别再拿这种事情在香香姑娘面前开玩笑了啊！知道了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回事？有情况啊？啊，你回来了。这么晚了，大人还要出去啊？好，留在这里有点尴尬，莫不如出去散散步。大人，什么意思啊？进去自然就会明白了。啊，哎，说话的时候不要太直，人家终归是姑娘家。进去啊！你终于回来了。啊，香香姑娘，你是不是在等在下？我下午来衙门找了你，可是你一直都不在。啊，我是出去有公事啊。怪不得脸色不太好。哎，香香，怎么了？香香姑娘，这里是衙门，你别总是来这儿找我，让人看见了不好啊。我不介意的，他们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呗。不行。行了，别站着了，哎，快坐下。来，喝茶。啊，喝啊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香香姑娘，其实我早该告诉你，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事儿。其实那天我是酒后，酒后吐真言嘛。我都已经问过赵青他们了，他们说呢，那首词不是臣子写给皇上的，是一位公子写给他一直在等待的姑娘。好，这个你都知道了。所以，你的心意我已经明白了。香香姑娘，其实咱们之间有误会，我早就应该向你解释清楚了。误会？我那天我喝了很多酒，所以我说了很多胡话。可是，你明明拉着我的手，叫我不要离开你啊！我那时正是酒意正浓的时候，我把你当成小月了，所以说的有些话。难道你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的酒，是因为小月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？香香姑娘，其实我觉得咱们俩之间是有误会的，在下感谢你的错爱，你是一个好姑娘，我只是觉得你的条件比我好得多。你想想看，你自己家里有不错的条件，而且你又有那么好的手艺，你到哪儿都可以找到如意郎君的。可是我呢，我考了那么多年，我都没有考取过功名，我到现在也只是混了一个小小的差事，我真的是没办法，让你跟着我受苦，你又何苦如此执着呢？哎，香香走了？啊，我看到了。啊？哎，你不是说去散步吗？我就是不放心，所以回来看看你。看看我？
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的？就从你刚刚进这个偏厅开始就看了。那你说我这样讲，是不是他会很难过啊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要是换了小月对你说这一番话，你又会如何呀？那我当然会很难过了。将心比心啊，人家可是个女儿家，你要照顾一下香香的感受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怕他一直这么误会我吗？可喜欢一个人有错吗？那你喜欢小月有错吗？那我该怎么办？我现在去追她，说我喜欢她。千万不要！你现在去追她，再跟人家说这一番话，会不会觉得你在戏弄人家？哎呀，这儿女情长简直太麻烦了。好了，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去想，专注你的工作吧。我告诉你，关于宋华案，我已经找到了线索了。哎，女儿啊，你没吃饭吧？来，一起吃。哎，女儿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女儿，你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？天大的事儿，有爹在这扛着呢。你说谁欺负你了？我现在就拿刀给他剁了。爹，我没事儿，你不用管我。哎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是不是那个姓方的又欺负我女儿了？女儿，你别哭了，哭坏了身子。哟，两位老板，需要点什么？我这里是应有尽有，价格实惠。老板，你能帮我看看这根红绳吗？这根红绳可是从最上等的绸缎当中拆下来的。哎，两位需要这种绸缎吗？啊，不瞒二位啊，这种绸缎也只有我店里有，你到其他店里啊，你想买也买不到。啊，既然这么珍贵，那老板，请问你知道这种绸缎都是什么人家用吗？这个我当然知道，这种绸缎货源紧缺，能买这种绸缎的人呢，那是屈指可数。哎，今年我店里啊，也就卖给了上官一家。上官家？啊，虽然他们家是没落贵重，可是对这种刺绣啊还是非常讲究。哎，这种绸缎是他们家大小姐专门用的。这事你能确定吗？没错，确定。他常常拿着刺绣来我店里卖。你们两位等一下啊。来，你看看。老板，你确定这两件东西用的都是同一种绸缎吗？确定，100%的确定。看来这件事果真跟上官家有关系。嗯，谢谢你啊，老板，我们先走了。啊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慢走啊。方先生，你看，上官豪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去查问一下就知道了。好。徐大人，怎么样了？啊，我去刚刚那家医馆问过了。上官豪被人殴打致重伤，更伤及肺腑，需要诸多时日调养才能复原。堂堂醉琼楼的掌柜，被打致重伤，还不敢去报官，这事定有些许蹊跷。哎，大人，你有何见解？本官方才在等你的时候，已询问过一些人，他们同我讲，在贡院失火之前的那个夜里，上官豪曾因小红与人发生争执。随后便失踪了，过了数日才再度回到此地。如今只有当时在场的小红最为清楚
其中的隐情。民女小红见过徐大人、方师爷。不必多礼，请坐。本官有事要问你，你得据实回话，否则立即把你带回衙门，杖刑伺候。你可明白？是大人，民女必定如实作答。好。上官豪身受重伤，他之前可曾与人有所争执？民女已经好几日未见过上官老板，而且他前几天离开时，也未见有何异举啊。你最好从实招来。上官豪之前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也在场，到底是跟谁发生了冲突？当日上官老板的确与客人发生口角争执，但是在青楼楚馆之地，酒过3巡有所冲突也不足为怪，而且事后二人均已和解。大胆，竟敢欺骗本官！方师爷，将这个小红押至大牢，择日另行审问。大人，小红是无辜的呀。来，起来吧。只要你如实向大人禀报，定不会为难你的啊。徐大人，求你还是别问了，那个人，你们惹不起的。大胆！本官乃是滁州知府，方圆所管之地，竟会有本官不敢招惹的人，简直是笑谈。就算是天子犯法，也得秉公办理。小红啊，你慢慢跟大人说，这个我们招惹不起的人到底是谁啊？其实当日带走上官豪的人正是吴松。吴松？这纵火案的幕后真凶，应该就是吴松。吴松收取通天书院4人的贿赂，我等有理由怀疑，他是为了阻止复查试卷，便起意火烧贡院。操纵纵火的人是吴松，可这代劳的凶手应该不是他，或许是他身边的亲信。要如你所言，又如何解释有关上官豪的疑点呢？此疑点我也没有想清楚，说不准两者并没有关系呢。甚你想，贡院失火的当天，也正是上官豪跟吴松吵架的当天，两件事从表面上看毫无关联，但若要摆在一起细细推敲的话，疑点自显。愿闻其详。我们试做大胆的假设，上官豪他是为了小红而跟吴松吵架，而这个纵火凶手，他其实是为了救上官豪，不得已才答应了吴松的要求，前去贡院纵火。故本官觉得上官豪跟纵火凶手之间，定然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与上官豪有密切的关系？难道是上官云儿？可这上官云儿长得娇小玲珑，与现场的鞋印也并不相符啊。更何况，她从小尚文，凭她的身手也很难进贡院吧？她自己进不了贡院，但可以找帮手啊。你的意思是，这纵火凶手就是上官云儿？她的身边人。而且这个人愿意替他去犯险。你是说晋升？之前这几位学生来到知府衙门协助办案时，本官就发现晋升的神情有些恍惚。徐大人，这只是您的一个假设罢了，所以才要大胆的去求证啊。徐大人，您请用茶，我们小姐马上就来了。好。徐大人突然到访，
不知有何事？本官今天贸然来此，是想询问上官姑娘，关于贡院失火案的事情。只要能帮到徐大人，云儿一定尽力。好。这条红绳，上官姑娘可曾见过？这是上等的绸线，我在绸缎庄见过。平时闲暇的时候呢，我也喜欢绣些绣品，寄卖于那家店里。哦，这条红绳，本官是从一个乞丐手上拿到的。乞丐？就在贡院失火的当天，这名乞丐曾在贡院旁边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香包，这条红绳便是从香包上拆下来的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贡院失火那天，我正好去绸缎庄寄卖绣品，那香包啊就不翼而飞就没了。你说会不会是我经过贡院的时候，香包掉在地上了，被那个乞丐给捡着了？那上官姑娘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香包是否转送过他人？没有，这不是女儿家的东西吗？那可有放在其他地方寄卖过呢？我只在绸缎庄寄卖过一些绣帕、香巾什么的，但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不会寄卖的。好，本官要了解的都问完了，就不打扰了，本官先告辞了。徐大人，那我送送你。好。哎，上官姑娘，这个证物我还是要拿走的。哦。令尊可好？一切安好。啊，只是我昨日在醉琼楼里未曾见到令尊，所以问问而已。他去京城做生意了。是这样，那烦请替本官给令尊带好。告辞。先生，您找我啊？晋升，啊，我听说你跟上官姑娘指腹为婚，有没有打算过何时娶她进门呢？哎，先生就别提了，我本想着中举之后向上官世伯提亲的，可未曾想到这考取功名的事情泡汤了。我看呢，这迎娶云儿之日恐怕遥遥无期喽。你要知道，这位上官姑娘可是品貌兼备的女子，你要珍惜啊。哎，我听说她绣的一手好刺绣，她有没有送你定情信物什么的？比如说手帕或者香包？我和云儿从小青梅竹马，却未曾听闻她会刺绣啊。不过上官家世代习文，云儿自幼生性好静，会些女工刺绣也不足为奇啊。哎，那她有没有跟你提到过一种定制的上等红线？上等红线，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再者说了，她也不会跟我提这些琐事啊。哎，先生，你为何突然问我这些事啊？难不成你是想让我找云儿替你做刺绣，你好送给你的心上人？你瞎说什么？我哪有心上人啊？我没有，一定是这样。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可以确定，上官云儿对纵火案事情有所隐瞒，她所绣香包并未寄卖，肯定是送与某人了。可是晋升连上官云儿会刺绣都不知道，更未收过所赠香包。杨晋升也可能故意隐瞒，并未吐露实情。会不会是我们的猜测过于大胆了？这个假设不会有错的，只可能中间还差了点什么东西。之后大人打算怎么办？假设上官云儿真的跟这起贡院纵火案是有关系的，那他应该会去找那个凶手，给他通风报信。只要我们跟着他，就能找到真正的纵火之人了。
徐大人，如此推断，是否对上官姑娘多少有些不公平啊？本官理解先生的担忧，你我都不希望这个假设就是事实真相。只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我们必须按照这个线索去查证。徐大人，徐大人，小的荀大人多时了。怎么了？回大人，是这样，有人在公堂击鼓鸣冤，大吵大闹。谁呀？是胡家树。胡家树。传击鼓人！哎呀，赶紧的，快，别玩了，传击鼓人了，能不能干点正事儿？传击鼓人，快！传击鼓人啊！传击鼓人，传啊！对啊，传呐！哦，传！传击鼓人！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辈聪明误一生啊！唯愿孩儿于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你看。苏轼尚且不希望他的后人变成如此之人，你呀，又为什么呀？江头未使风波恶，另有人间行路难，无灾无难到公卿啊，至多也只是痴心妄想而已啊！先办事。哎，让！大人的大人，大人，击鼓者何人？可有状旨？哎。徐大人，您不认识我啦？大人，这些人没上过公堂，所以不懂规矩。我知道，那就赶紧告诉他。下面的人听好了啊，这里是知府大堂，公堂之上要守规矩，大人只管问，你只管答便是。你少在那说，你这个负心汉，你说什么？你说。别说，负心汉！哎呀，太可恶了！你别扯他呀！就是啊。击鼓者是何人？有没有状旨？有何冤情，速速道来。小民胡氏没有状旨。好，击鼓鸣冤，杖罚20。先把这20杖记下来。是。你先说说，有何冤情？小民要告府衙师爷方林残害我女儿胡香香。那个，胡先生，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方林，你这个负心汉，你害了我女儿。那天晚上我女儿找完你之后，回到家里就饭不思茶不想的，失魂落魄，整天在这哭。先生，这种话记不记录啊？什么？什么说什么？我到底是录还是不录啊？什么录不录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录不录？不录吧？不录。方林，你这个负心汉在这嘀咕什么呢？啊，你想涂罪啊？我这件事情极为严重，还牵扯到与公职人员有关，所以本官宣布，暂时退堂商议。走，你真是笑死我了！你千万别死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还有半出戏没演完呢，还没审完呢。还有半出啊？这再审下去就要命！你们是不是有病啊？你们真是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你呀，你生什么气呀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？这种事要早点解决，你非不解决。好了，现在人家老夫来找你了，哼，麻烦惹大了。我就别在衙门里待着了，我实在是汗颜，我走了算了。先生，你要是死性不改的话，也只好任由先生打回原形，继续逃避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好吧，你们都是衙门里的僚属，你们说给我听听，有什么解决方法啊？一般来说呢，先要压住胡师伯，不能让他在公堂上胡闹，然后想办法在私下跟他谋求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。否则，真要将此事闹上公堂的话，这对胡世伯、香香姐还有方先生的名誉都有损害的。赵青所言不无道理，这倒是个办法，但不够周全。大人，其实事到如今，
先生到底喜不喜欢香香姐已经不重要了，就好像神女有心，香王好像有梦又没梦，所以如今啊，才惹出那么大麻烦。赵俊啊，此比喻欠妥。方先生对香香，到底是有心还是无意，也非问题所在。金生，你来说说看。我在想啊，这个问题的关键呢，是先生到底跟香香姐有没有那个？对，这个是关键。没错，这才是问题的症结。当然没有啊，先生，你知道我多想你说有吗？哎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太让人失望了，太让人失望。晋生，你怎么讲话越来越不三不四了你？哎，先生，你冷静冷静啊！我也是为你好嘛。你想啊，如果你跟香香姐真的私定终身了，那问题就好解决了，娶了呗。哎，别打岔了啊，说正经的。先生，你好好想一想，那天晚上你到底做什么了？香香姐她这么伤心啊？我做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做。你不信问徐大人，徐大人可以为我作证，对不对？关键是，当时啊。方先生他脑子里想的，并不是香香，是小月呀。哦，负心汉呐！先生，这次我可帮不了你了。哎，等，你该不会跟香香姐坦白了吧？哎，赵俊，你别问了，先生是不会承认的。真没想到，真正的高手就在我们这里啊！只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，如若你当时真喝醉了，那么你凭什么如此笃定地说？自己什么都没做过呀？不是当时没有，肯定没有，根本就没有。要是有的话，我天打五雷轰，天诛地灭，行了吧？好，有这句话就好了。只要有本官在，所有事情都能解决。赵俊，你脚程比较快，赶紧去把香香找过来。是大人。哎，徐大人，你找香香姑娘做什么呀？你又出什么馊主意你？别担心，歇会儿，坐那。啊。传证人胡香香。这个说肯定跑不了，他就是香香。民女胡香香拜见知府大人。香香，你怎么跑来了？不是我跑来的，我是被徐大人传来的。哎，徐大人真卑鄙，故意让你上堂，要你出丑。哎呀，女儿，你别怕，一定不能中了方林的毒计。让我丢人的是你，你跟人家说伤害我，我又没有死，人家不传我作证，传谁啊？哎呀，爹以为一个人来告就可以了，搞不成大不了挨一顿板子。这次丢人丢大。堂下肃静。胡香香，你父亲击鼓鸣冤，说你在本月初3的晚上受到了方林的伤害。现在你告诉我，到底可有其事啊？大人，如果我现在说没有事情了，我们父女是不是可以走了？哎，大人，这里边肯定有误会，别闹了，赶紧把他们给放了吧。这乃是百姓申冤之地，怎可含糊其辞呢？胡香香，你就给本官一五一十的把整个事情说清楚。那晚他喝醉了，我本想扶他回家，但是他醉得不省人事，所以我就把他扶到路边休息。于是我便坐在他身边陪着他。方林，你跟胡香香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徐大人，你别耍我了好不好？好，都书记在，先将他们2人的关系复决。好，关系复决。胡香香，继续说。之后，他对我念了2句诗。不是，我不都说了，不是诗，是词，是词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本来不明白的，后来问了赵青，
便知道了。是的，大人，确有此事。好，这是秦观的词，他是说两情相悦之爱的。是啊，于是我便去找他，他当时却抵赖，跟我说什么那首诗是臣子用来抒发对皇上思念的诗。徐大人，那天我的确是喝了太多的酒，当时我确实不清醒，就胡乱吟了几首诗词，但是我跟他并无苟且之事啊。苟且之事？啊，没有的，大人绝对没有的。那个，哎呀，你不信可以去问那个打夜经的陈伯，还有稻叶乡的二牛，他们都可以为我们作证的，他们看见过我们。好，先冷静。本案的重点就是要证明你们之间没有苟且之事。胡家树在。那如今证明他们之间没有苟且之事，你控告方林伤了你女儿，那到底所谓何事啊？啊，方林伤了香香的心，大人，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大人，在下我是被告，我可以不予追究，你就当这胡家树他是不懂律例，一时鲁莽，你就把他给放了吧。事分先后，那如今这案件已水落石出，那都市计该如何判呢？击鼓者杖刑20，诬告者呢杖刑也20，合共40杖。大人，你漏算了啊！方先生乃是公职人员，也是我们的僚属。哦，对，这个诬告僚属另再多加10杖，所以是共杖50。而且没有状纸。什么？没带状纸吗？那得再多加20啊，共账70。哎，大人，你们不能。哎，爹！大人，方林却有伤我。他有伤你？怎么伤你？如何伤你？伤到你哪里了？他伤了我的心。胡闹！伤心怎么可以告上公堂呢？大人，那为何伤人身体有罪，伤人的心便可以无罪呢？那好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杀猪可以挣钱，杀人却要杀头呢？因为刑典定明如此，而且百姓依律守法，我们依律判刑。这伤心一事，在法典里根本无法量刑，本官如何判罚？胡香香以伤心为由，阻止本官判罚其父，这纯粹是扰乱公堂，该判何罪啊？大人，扰乱公堂，杖20。好，来人，在，用刑。是。大人，这件事是因为方林而起，再怎么说，这罪也应该算在方林的身上。如果大人要责罚，就请大人罚方林一个人吧。好，无罪不受罚。刑法乃是朝纲立律，而且并无顶替受罚之先例可循。你告诉本官，怎么罪在你一个人呢？就当我是负心罪吧。好，本府姑且当你负心有罪，但是负心得要两情相悦，然后离弃所爱，那才能称之为负心。这胡香香跟你之间，她固然对你有爱，也是毋庸置疑的。方林，你得告诉本官，你方林对她有爱吗？倘若方林无意，那就等于是胡香香又胡闹公堂了。倘若天下的刁妇都为了相思而闹公堂的话，击鼓告状，那试问还有律法吗？都市计该如何判决？回大人，本朝自开朝以来没有过类似案件，所以律例上无法借鉴。既然如此，那该如何处理啊？这个，大人，
在公堂之上呢，您马首是瞻，所以您说怎么判就怎么判。好，为了历历垂范，以儆效尤，杖罚100。别！周护卫，行刑。是大人。还真打呀！大人，这杖罚算我的，要打就打我吧。昭君，动手吧。且慢！方林愿意为胡香香一力承担所有的罪名，也就是说，方林承认他们是两情相悦，又无苟且之事，且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本官也只能判他们3个无罪释放。只是方林乃是本府的人，所以呢，为防人说本官徇私。敢问堂下的乡亲，你们同意本官判罚3人无罪释放吗？同意！在一起！先生，您先解释吧。爹，起来吧。没事了，啊，不挨巴掌了。大人，谢谢。都书记，既然这是一场误会，也就不用做记录了。大人，不用记录了。哎，不用记录就不用记录嘛。好，皆大欢喜，退堂。这胡师伯，这次你实在是太鲁莽了，你何必闹上公堂呢？击鼓鸣冤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。还不都怨你呀？要不是你伤了他的心，我会这么做吗？好了，如今真相大白，水落石出了。好，这也算好啊。见你，才明白思念如影。什么样的风景会如此动摇我的平静？相知2颗心，也不愿再任性。有谁可知相爱的意义？我不再怀疑，只想和你携手天地。缘分是天注定，缘来和缘去，只要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前世延续，今生又相遇，缘分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缘分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